近年来，我每陷入创意枯竭，写不出稿子，甚至想要断更时，明总都会翻出这部他珍藏的成人动画片来给我重温一下。这部2007年的奥斯卡获奖动画片《哈达杜野美食总动员》，讲述了一只老鼠瑞米梦想成为法餐大厨的故事。事实上，在全球社交网络上，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中年人，16年前只是被这部电影感动了，临近中年才终于看懂了这部电影。他们在线下摆摊，宣称这部电影颠覆了他们的价值观；在线上举办各种挑战赛、模仿秀，让这部动画片在社交网络上持续翻红。甚至当红奥斯卡电影《瞬息全宇宙》里，动用一整个平行世界来致敬它的经典桥段。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时尚社会学的角度，通过5个关键隐喻来解读一下这部讲述了一只老鼠梦想成为厨师的奇葩动画片为什么会被各领域创意大佬们封为神作，为什么我在其中看到了很多时尚圈的潜规则，以及这部电影到底揭示了有关创意的哪些真相。享誉世界的巴黎名厨 Gusto， 他相信 anyone can cook， 人人都可以烹饪，而苛刻的美食评论家 Anton Ego 却不这么认为。 Amusing title, anyone can cook. I, on the other hand, take cooking seriously, and no, I don't think anyone can do it. 一边是人人都可以烹饪，一边是烹饪如此神圣，怎么可能人人都会？影片一上来就拉出了一个创意领域重要的对立面。你们相信人人都可以烹饪吗？嘿嘿，这可不是一个烹饪学问题，而是一个有点擦边的时尚社会学问题。时尚圈某一位女魔头曾说过 You either know fashion or you don't， 你要不生来就懂时尚，要不永远不懂。上一代女魔头还说过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arrange to be born in Paris. After that, everything follows quite naturally. 想做时尚，你要首先安排自己出生在巴黎，然后一切就会水到渠成。是的，这世界上很多人相信审美是天生的，或者说是由出生决定的，你们信吗？已经离开动画片世界回到现实次元的我们，要有多么强大的心理才可以对这句话不屑一顾呢？后面我们会继续聊这个主题，这里我们先回到美食评论家 Anton Ego 身上。Anton Ego 这个傲慢的评论家的名字是30岁之后我重看这部动画片时才发现的。Ego 在英文中是自我、自负、自大的意思，在心理学中也代表了自尊和以自我为中心。 That is where I left it. That was my last word. The last word. 著名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曾说，你的自我会成为你和作品之间的阻碍，你开始觉得自己有多厉害，你的创意就有多完蛋。可以说成功的创意人士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那个无时无刻不在叫嚣着个人存在感、追求竞争、认为世界就该分3、6、9等的自我才是创意真正的阻碍。这也是为什么影片里最大的反派叫 Ego 吧。这真的是一个超级深奥但让人叫绝的宇宙级的隐喻啊。此时已经是小老鼠 Remy 操刀的 Gusto 餐厅迎来了美食评论家 Ego 的终极审判，而 Remy 为他准备的正是这道和影片同名的著名菜式哈达杜野法式传统蔬菜乱炖。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 Ego 吃到这道菜时的反应。这个片段之所以被封神，是因为他通过一个漂亮的转场，直接打通了 Ego 的外在和内心，解释了他的深层转变，也揭示了创意、自我和爱之间的关系。当 Ego 尝到这道哈达杜野蔬菜乱炖时，那只象征着他作为美食评论家的特权和自我的笔掉在了地上，象征着他放下了自己的傲慢和偏见。可以说，最终让他认可了 Remy 的厨艺和创意的是来自自己童年时的记忆，记忆里有妈妈无条件的爱。今天当我在看到这一幕时，想到了很多时尚圈最传奇的创造者，他们常常会在采访中提到爱对于他们创作的影响，比如和妈妈关系极度亲密的天才设计师 Alexander McQueen， 20年前《卫报》记录了他和母亲 Joyce McQueen 的一场对话。母亲问他，什么是你最大的恐惧？ McQueen 说，在你去世之前离开。
母亲又问他什么会让你心跳加速。McQueen 说爱。而熟悉 McQueen 的人都知道，在母亲去世后的第9天，他也选择离开了人世，因为母亲的爱是他生活和创作的重要支柱。正是爱滋养了创作者，无论这种爱是来自母亲、其他的外界力量或者更高的源泉，都可以让创作者卸下盔甲，和内心最深处连接，让创意流淌出来。再来说说 Raimi 最后的这道哈达杜野蔬菜乱炖，其实他并没有按照他的厨艺偶像 Gusto 的经典菜谱来做，可以说 Raimi 用自己的方式做了一道独特的乱炖。从这个角度来说，创意和烹饪是一样的，烹饪是用你自己的方式组合不同的食材，然后熬啊熬；创意也是用你自己的方式组合不同的素材，然后熬啊熬。就像开头的电影《瞬息全宇宙》之所以能成为近2年最成功的电影之一，就是因为它创造了从未有过的组合方式。它把超现实喜剧、科幻、奇幻、武侠和动画组合在一部影片里，因为这些都是导演的 Daniels 热爱的类型片。可以说，这就是他们的哈达杜野蔬菜乱炖呢。你喜欢的组合方式天生就和别人不一样，这种独特性正是各行各业创意的源泉。这也是哈达杜野《美食总动员》这部动画片如此感动我的原因。自出生以来一直生活在阴沟里的小老鼠 Raimi， 平生第一次爬到地面上，平生第一次闻到面包的香味儿，平生第一次看到人类在接吻，平生第一次看到窗口里美丽的女人在化妆。他就这样顺着巴黎的灰屋顶一点一点往上爬，直到看到了光之城。谁没有经历过这样第一次被光照亮、被美震撼、被爱包裹的时刻呢？我觉得这简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啊！在此之前，我们都在黑暗的地下，孤独的、饥渴的寻找光。你们呢？你们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了吗？最后，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